今天咱们来聊一本硬核经典，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你可能觉得这书200多年前写的，现在都数字时代了，还读它干嘛？但说真的，咱们平时生活里那些想不明白的事儿，比如为啥有的人工资高，有的人低？为啥有些行业赚钱容易，有些难？甚至政府到底该不该管物价？这些问题的根儿，斯密老人家早就给咱们扒拉清楚了。想想咱们的早饭，一杯豆浆，一个包子，从农民种大豆磨成粉，到包子铺和面，上锅蒸，再到你扫码付款，这背后藏着分工怎么提高效率，钱怎么流转，价格怎么定下来的秘密。这些可都是国富论里最核心的东西，所以别觉得它高深莫测。斯密其实是在教咱们这些普通人怎么看懂钱和生活的关系。很多人还觉得这书就是写给专家看的，里面全是大道理，可斯密写的时候刻意用了好多生活里的例子，像制针厂的分工、面包师和屠夫的利润差别等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也能明白他想解答的核心问题。大农婆家到底怎么才能富起来？咱们普通人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更重要的是，国富论能当咱们避开那些想当然的误区。比如，很多人总觉得钱越多就越富有，但斯密却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那些能满足咱们生活所需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你想啊，一个国家就算囤了一屋子的黄金，可要是缺粮食、缺衣服，这道理就算放到今天也一样。咱们平时看财经新闻、理财投资，可别只盯着那些跳动的数字，得想想这些数字能换来多少能穿能用的东西，那才是真财富。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斯密的思路，一步步揭开富的秘密，从财后到底是什么开始，再拆解分工、货币价格这些经济密码。把这些搞明白了，无论是看懂行业趋势，规划自己的工作，还是打理个人财富，毕竟弄懂财富怎么来、怎么分、怎么增长，永远是咱能过好日子的基础。财富到底是什么？咱们得先掰正一个最核心的认知，到底什么是财富？这事儿要是没弄明白，后面讲分工、货币价格就都容易跑偏。斯密写国富论那会儿，欧洲正流行一种叫重商主义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觉得国家拥有的金银越多就越富有，所以各国都把黄金白银当党备，要么拼命挖矿，要么发动战争去抢殖民地的金银，甚至出台法律禁止金银出口。西班牙当年占领美洲，发现大量银矿，举国上下都疯狂囤白银，以为这样就能永远富下去。可斯密一看就觉得不对劲，金银能当饭吃，能当衣服穿吗？他举了个特别实在的例子，假设有2个国家，北国囤了一屋子的黄金，可年年粮食欠收，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冬天连取暖的柴火都不够。B国没那么多黄金，但农田肥沃，每年都能产足够的粮食，工厂能织出暖和的衣服，家家户户都有安稳的住处。你说哪个国家更富？显然是B国，因为真正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的不是冷冰冰的金银，而是那些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粮食、衣服、扛子、工匠的手艺、医生的诊疗，这些才是实打实的财富。斯密在书里明确告诉我们，财富的本质是国民每年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总量。这句话里有2个关键点，一是劳动生产，就不会有商品；二是总量，不是某个人有多少，而是整个国家到底能提供多少满足大家需求的东西。比如，农民种小麦是劳动生产，裁缝做衣服也是劳动生产，甚至理发师理发提供的服务，同样是财富的一部分。因为这些都能解决人们的实际需求。咱们再往下挖一层，为什么重商主义会错呢？因为他把财富的工具当成了财富本身。
金银也就是后来的货币，本质上只是交换的工具。就像你用手机扫码付款，手机里的数字不是财富，你买到的牛奶面包才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印了很多钱，但市面上的商品并没有增加，结果会怎么样？答案是钱会变得不值钱。现在可能得3块钱才能买一个，这就是通货膨胀。私密早就看穿了这一点，货币只是流通的媒介，不是财富的核心。可能有人会问，那金银就没用了吗？但它的用处是帮助商品流通。比如你有多余的鸡蛋想换一双鞋子，直接去找一个有多余鞋子又想要鸡蛋的人太难了。但你先把鸡蛋换成金银，再用金银去换鞋子，金银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能换到多少商品。要是换不到商品，再多的金银也和普通石头没区别。这里私密还特别区分了名义财富和真实财富。名义财富是你手里有多少钱，而真实财富是你用这些钱能买到多少东西。想想10几年前100块钱能买50斤大米，现在可能只能买20斤，但你的真实财富其实缩水了。这就是为什么私密反复强调别只盯着货币数量，要盯着劳动能生产出多少实实在在的商品。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看的也不是它有多少外汇储备，这就像当年的金银，而是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本质就是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不是靠囤了多少黄金，而是靠农民种出更多粮食，工厂造出更多汽车和家电，服务业提供更多医疗和教育服务。这正是私密说的真实财富的增长。咱们就能自然地和下一部分分工接上来。既然财富是劳动生产的商品总量，那怎么才能让劳动生产出更多商品呢？答案就是私密接下来要重点讲的分工。就像一个人单独做一件事，效率低，把活拆开分给不同的人干，效率会翻好几倍。这就是财富增长的发动机。分工财富增长的发动机。既然咱们明白了财富是劳动生产出的商品总量，那自然会问，怎么才能让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给出了答案，就是劳动分工。他甚至说，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这话就算放到今天看，依然戳中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咱们先从斯密笔下那个著名的制针厂例子说起。他在书里详细揭露，如果一个工员没有经过分工训练，独自完成制针的全部工序，从抽铁丝、拿起削尖到装针头、磨光滑，一天拼尽全力，运气好的话也就能做出20枚。但如果把制针拆成18道工序，让18的工人各司其职，一个人专门抽丝，一个人拉直，还有人专门装针头、磨针尖。结果呢，人均日产量从20枚飙升到4800枚，效率足足翻了240倍。这可不是理论推导的，是斯密亲眼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分工就像是给劳动装上了加速器，能让同样多的人生产出远超从前的商品。那么分工为什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斯密总结了3个底层逻辑，每一个都对应着咱们的生活。第一个逻辑是熟练程度的提升，就像咱们常说的熟能生巧。一个人天天只干一件事，手艺只会越来越快。比如面包店里那个专门揉面的师傅，揉面的力度速度肯定比一个既揉面又烤面包的师傅强得多。餐厅里专门切菜的效率和整齐度也远超过一个既切菜又炒菜的厨师。斯密说，重复的劳动会让动作形成肌肉记忆，不用刻意琢磨就能又快又好，这是分工提高效率最直接的原因。第二个逻辑，如果一个人同时干好几件事，比如又种地又织布，他就得频繁地更换工具、更换场地。分工之后，每个人固定干一件事，就不用再为切换任务而消耗时间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在家又是做饭又是打扫卫生，做饭时要洗锅碗瓢盆，打扫时要拿扫帚拖把，来回切换本身就很费时间。但如果2个人分工，一个人专门打扫，斯密特别强调，这种时间浪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而分工能把这部分浪费彻底堵住，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是催生技术发明。当一个人天天琢磨同一件事，有没有更省价的办法？很多简化劳动的工具不是这么被发明出来的。比如制针厂的工人天天削针尖，可能会想出把刀具磨得更锋利，或者做一个小模具来固定铁丝，让削尖的速度更快。纺织工人天天绕线，可能会发明简化绕线的小机械。斯密说，分工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窄小的领域，更容易发现改进的空间，这也是分工能推动技术进步的核心原因。而技术进步又会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一个从分工到发明再到提效的良性循环。咱们再把视野拉大，看看分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今天咱们能享受到如此丰富的商品，本质上都是分工的结果。比如你身上穿的衣服，纺纱厂把棉花纺成线，织布厂把线织成布，服装厂把布做成衣服，运输队把衣服运到商店，整个过程涉及上百的分工环节，少了任何一个，衣服都没法顺利到达你手里。晶片由专门的厂家生产，屏幕电池、摄像头来自不同的工厂，最后由组装厂拼成整机。这背后是全球范围的分工协作。斯密当年肯定想不到分工能发展到全球规模，但他早就看透了本质，分工越细，参与的人越多，能生产的商品总量就越多。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分工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让普通人更容易掌握技能。比如造汽车，整体造一辆汽车很难，但如果只负责拧螺丝装轮胎，普通人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手。这意味着更多人能参与到生产中，既能解决就业，又能让生产规模扩大，这也是分工能让财富惠及更多人的重要原因。咱们就能自然地衔接下一部分货币了。分工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每个人只生产一种商品，比如你只生产鞋子，我只生产粮食。咱们要交换商品，总不能每次都拿鞋子换粮食吧？如果我想要衣服，还得先拿粮食，找到生产衣服的人，再看对方要不要粮食，这太麻烦了。于是就需要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中介，来帮助我们更方便地交换分工生产的商品。这个中介就是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货币，货币交换的润滑油。上一部分咱们聊到分工，就像一台发动机，让人们能高效地生产出更多商品。你专门种粮食，我专门做农具，他专门织布匹，可问题也跟着来了。既然每个人只生产一种东西，怎么才能拿到自己需要的其他商品呢？这就需要交换，而货币正是从交换的麻烦里长出来的。咱们先回到没有货币的时代，看看物交换有多折腾。假设你是个种植小麦的农民，求换一件过冬的棉衣。首先，你得找到一个正好织了多余棉衣的裁缝，更关键的是，那个裁缝还得正好想要小麦。如果他家里不缺粮食，那你俩的交换就黄了。你可能得先拿着小麦去找铁匠换锄头，再用锄头去跟裁缝换棉衣，你还得再找下一个人周转。斯密在书里把这种情况叫做双重巧合的困境。意思是得同时满足你有他要的和他有你要的两个条件，交换才能成功。这效率实在是太低了，根本撑不起分工带来的大量交换需求。慢慢的，人们就琢磨出了一个办法，先把自己的商品换成大家都愿意要的东西，再用这个东西去换自己需要的商品。比如一开始有人发现粮食、糖醋这些东西大家都需要，就先把小麦换成大米，再用大米去换棉衣。
后来发现贝壳这些东西还保存一携带，慢慢做成了更通用的交换中介。在很多原始部落里，贝壳、兽皮构曾充当过这种中介，本质上它们就是最早的货币雏形。但这些雏形有个大问题，要么不好分割，比如一头牛，你想换半块布，就不能把牛砍成两半吧；要么容易损坏，比如粮食放久了会坏。后来人们发现了金属，比如金、银、铜，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第一，一小块金子能分成更小的颗粒，方便换不同价值的商品。第二，埋在地下几十年都不会变质，适合长期保存。第三，金属产量相对稳定，不会像贝壳那样随便就能捡到，能保证它的价值。于是金属慢慢成了主流的交换中介，真正的货币就这样诞生了。这里咱们要特别注意私密的一个核心观点，货币不是财富本身。就像你用手机小买付款，手机里的数字不是财富，你最终能买到的面包牛奶才是。银子本身也不是财富，它只是帮助人们打自己的劳动成果，比如农民的小麦，工匠的工具，转换成别人的劳动成果的桥梁。斯密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货币就像车轮，能让商品交换，这辆车跑得更快，但车轮本身并不是目的地。很多人容易犯的错，就是把货币和财富搞混，觉得手里钱越多就越富。如果一个国家印了大量货币，可商品总量却没有增加，结果只会是钱真的不值钱。以前1两银子能买100斤小麦，现在可能得3两银子才能买100斤。这就是通货膨胀，货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能换到多少商品。要是换不到商品，再多的货币也只是一堆没用的金属或数字。咱们再看看货币对分工的重要性。有了货币之后，分工才能真正跑起来。农民不用再担心自己种的小麦换不到棉衣，可以安心种更多的粮食，因为他知道小麦能换成银子。裁缝也不用再纠结自己织的棉衣换不到锄头，可以专心织更多棉衣，他为银子能轻松买到锄头，让分工带来的大量商品能顺畅的流通，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专业劳动换到五花八门的生活所需。这也是为什么斯密说没有货币，分工就没法充分发展。讲到这儿，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比如同样是1尺布，为什么有的卖1两银子，有的卖2两银子？一个面包和一件棉衣价格差异背后又有什么规律？这就涉及到商品的价格密码，也是咱们下一部分要拆解的核心问题。搞懂了价格怎么定，咱们才能真正看懂钱和商品之间的关系，也能更明白自己买东西挣工资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价格、商品的密码，有了货币这个交换中介，咱们买东西的时候总会问，为什么这个贵，那个便宜？比如一杯奶茶卖15块，而一瓶矿泉水只卖2块。一件羽绒服冬天能卖上千，夏天却只要几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把商品价格的密码拆解得明明白白，核心就2个问题：价格由什么构成？价格为什么会波动？任何商品的价格说到底都由3部分组成，斯密把它们叫做商品价格的3个组成部分。咱们用日常例子一拆就懂。比如你在街边买的一个肉包子，它的价格里藏着什么？揉面的师傅、包包子的工人、卖包子的店员，他们干活需要拿报酬，这部分成本会算进包子价格里。其次是利润，包子铺老板租了店面，买了面粉和猪肉，他得有赚钱的空间，不然就不会再开这个铺子。最后是地租，老板租的店面属于房东，房东要收租金，这部分也得加到包子价格里。所以不管是奶茶、矿泉水，它是羽绒服，价格本质上都是工资加利润加币租的总和，只是不同商品里这3部分的占比不一样。
咱们再举个更直观的例子，一件品牌羽绒服，它的工资包括设计师画图的报酬，工厂工人缝制的工资，门店导购的提成，利润包括品牌方的运营利润，经销商的销售利润，地租则包括工厂厂房的租金，品牌门店的租金，尤其是在市中心的门店，地租占比会更高。冬天羽绒服贵，除了需求增加，还有一个原因是冬天的原材料，比如羽绒采购成本高，而原材料成本最终也会分摊到工资或利润里。比如采购羽绒的钱给了养殖户，这属于养殖户的收入，本质也是广义上的劳动报酬。搞懂了价格的构成，为什么同样的商品价格会变？比如夏天的西瓜比冬天便宜，刚上市的草莓比过季的贵。私密把价格分成了两种，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自然价格就是商品应该卖的价格，比如长期来看，一个包子的价格得足够覆盖面粉、猪肉的成本，加上工人工资、老板的合理利润和房租，不然老板就会亏本。这种能让生产者不亏不赚，愿意持续生产的价格，就是自然价格。一杯奶茶的自然价格得够让老板付得起房租、员工工资，还能赚点钱维持运营。连成本都不够，店肯定开不下去。而市场价格就是咱们实际买到手的价格，它会因为供求关系上下波动。比如夏天大家都想吃西瓜，需求变多了，但西瓜的供应量没跟上，市场价格就会比自然价格高。到了冬天，西瓜产量少，供应变紧张，等春天西瓜大量上市，供应超过需求，价格又会跌回自然价格，甚至比自然价格还低。斯密说，市场价格就像钟摆，始终围绕着自然价格摆动。因为如果价格涨得太高，会有更多人去种西瓜卖西瓜，供应增加后，价格就会降下来。如果价格跌得太低，没人愿意种西瓜，供应减少后价格又会涨回去。咱们再用身边的例子验证，为什么春节前后的菜价会涨？因为春节大家买菜多，需求增加，而很多菜农回家过年，蔬菜供应减少，市场价格就会高于自然价格。需求减少，供应恢复，菜价又会降下来。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租比小城市贵？因为一线城市的土地更稀缺，供应少，而想租房的人更多，需求多，而地租会分摊到商品价格里。比如同样一杯奶茶，一线城市的租金成本高，所以卖得比小城市贵。这里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不同商品的价格弹性不一样，也就是价格受供求影响的程度不同。比如大米、水这些必需品，就算价格涨一点，大家该买还是得买，需求不会变太多。但像奢侈品、旅游这些非必需品，价格一涨，很多人就会选择不买，需求会明显减少。斯密虽然没直接用价格弹性这个词，但他早就观察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受供求影响的幅度是比奢侈品小得多。讲到这儿，姐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构成，那这三部分的钱最终会落到谁手里？工人拿工资，老板赚利润，地主收地租。这不就是财富在不同人之间的分配吗？比如一个包子卖2元，3毛钱是工人工资，3毛钱是老板利润，2毛钱是地租，剩下的1元是原材料成本。而原材料成本最终也会分成种植小麦的农民的工资、卖面粉的老板的利润、淀粉厂的地租。所以搞懂价格的构成，其实就搞懂了财富分配的基础。下一部分咱们就具体聊聊工资、利润、地租这3笔钱到底是怎么定的，为什么有人工资高，有人地租贵，财富分配工资、利润、地租的秘密。搞懂了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就等于摸到了财富分配的脉络。整个社会生产出的财富最终会分成3部分，
分别流向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但为什么有人月薪几万，有人只赚几千？为什么有的行业利润丰厚，有的却薄利多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把这三者的分配逻辑讲得明明白白，每一条都能对应到咱们的现实生活。先说说最贴近普通人的工资。很多人觉得工资是老板大方给的，其实斯密早就说破了，工资高低本质是劳动供求决定的。就像市场上的商品，想要的人多供应少，劳动力也一样。某个岗位缺人，老板就会开出更高工资抢人。要是某个岗位求职者扎堆，比如这些年的程序员、新能源工程师，因为行业快速发展，需要大量人手，而像传统文员岗位，因为能做的人多，工资涨幅就比较慢。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影响工资，那就是国家财富增长的速度。斯密说，工资高不高看的不是国家有多富，而是国家富得有多快。比如有两个国家，但经济好几年没增长，企业不需要扩产，也就不需要更多工人，工资很难涨。B 国虽然没别国富，但每年经济都在快速增长，企业不断开新厂扩规模，工资就会跟着涨。咱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正是因为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普通工人的工资才从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这背后就是财富增长带动工资上涨的逻辑。还要注意一个反常识的点，工资不是越低对企业越好。如果工资太低，工人吃不饱穿不暖，就没力气干活，也不会愿意长期留在岗位上，企业反而要频繁招人，培训成本更高。斯密早就发现，合理的工资能让工人更稳定、更有干劲，反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就像现在很多企业给工人涨工资发福利，不是单纯好心，而是知道这样能留住人，提高效率，最终对企业更有利。接着看利润，是卖的贵赚的。其实斯密说，利润高低核心是资本竞争决定的。一个行业如果利润特别高，就会有更多老板的资本进来抢生意，大家互相竞争，要么增加成本提升品质，最后利润会慢慢降到合理水平。比如前几年的奶茶行业，利润很高，结果大量资本涌入，街上到处是奶茶店，很多品牌只能靠降价促销，利润也跟着变薄。利润还有一个规律，资本越多的地方，比如在一线城市做生意的老板多，资本密集，不管是开餐厅还是开超市，竞争都很激烈，利润空间就小。而在偏远的小县城，资本相对少，竞争没那么激烈，有些行业的利润反而比一线城市高。斯密举过例子，同样开一家杂货店，在伦敦的利润可能只有 10%， 在小乡镇却能达到 20%， 因为伦敦的资本多，竞争强，乡镇则相反。最后说地租，看起来是地主坐地收钱，但背后也有明确的逻辑。地租高低本质是土地的稀缺性和产出能力决定的。一块土地如果位置好，能种出更多粮食，或者能盖高楼派商场，反之偏远贫瘠的土地，地租就低，因为能吸引大量人流，开商店建写字楼能赚很多钱，地主自然能收高价地租。而农村偏远的耕地，因为只能种庄稼，产出有限，地租就低。斯密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粮食的地租最稳定，因为人总得吃饭，不管经济好坏，对粮食的需求都不会大幅波动，所以种粮食的土地地租不容易大起大落。而用来盖游乐场、开电影院的土地，受经济形势影响大，经济不好时大家少娱乐，这些土地的地租可能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主愿意把土地租给农民种粮食，因为地租更有保障。这里要特别注意三者的关联，工资、利润、地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比如一块土地的地租涨了，老板开工厂的成本就会增加，要么提高商品价格，商品价格涨了，
就会要求涨本增加，就会要求涨工资。三者的平衡最终决定了财富在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比例。新的问题就来了，老板手里的资本该投到农业、制造业还是零售业？不同的投向对国家财富增长的贡献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核心资本的去向。因为资本投在哪里，不仅影响老板的利润，更关系到整个社会能生产出多少财富，最终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资本的去向，投资创造财富的秘密。咱们得把目光转向财富的源头，也就是老板手里用来赚钱的资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说，资本就像播种的种子，种在不同的土地上，长出的财富果实数量可是天差地别。他把资本的用途分成了4种，还按照对国家财富的贡献大小排了序。搞懂这个排序，你就能明白钱到底该投在哪儿，才能让整个社会更富。首先得明确，斯密说的资本，不是那些专门用来生产商品，创造更多财富的钱，比如农民用来买种子、化肥、农具的钱，老板用来开工厂、买设备、雇工人的钱，才是真正的资本。如果钱只是存在银行里不动，或者用来买奢侈品自己享用，因为它没有参与商品生产，也没创造新的财富。接下来咱们就按斯密的排序，看看资本的4种去向。第一种是农业，斯密把它排在第1位，认为这是对财富贡献最大的资本用途。为什么呢？因为农业能直接生产最基础的生活的根本，也是其他行业发展的前提。没有农民种出粮食，工人就没力气干活，老板也没法开工厂。而且斯密发现农业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它能创造额外的价值。比如农民种下1斤小麦种子，最后能收获10斤小麦，他能剩下8斤用来交换其他商品，这就为社会增加了新的财富。就像咱们国家一直重视农业，每年投入大量资本支持农民种地，改进农业技术，就是因为农业是整个经济的压舱石，只有农业稳定，其他行业才能安心发展。第二种是制造业，排在第2位。制造业的作用是把农业生产的原材料加工成有用的商品。比如棉花本身不能直接穿，经过纺织厂加工成布，再经过服装厂做成衣服，就变成了能满足人们穿衣需求的商品。木材本身不能直接用，经过家具厂加工成桌子、椅子，就有了更高的价值。斯密说，制造业能提升商品的使用价值，让原材料从半成品变成成品，从而创造更多财富。比如同样是一吨棉花，直接卖可能只值1万元，加工成布料能值3万元，而做成衣服能值5万元。资本投到制造业，能让同样的原材料产生更高的价值，这也是制造业对财富增长的核心贡献。就像很多国家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后，就是因为制造业能大幅提升财富创造效率。第3种是批发业，我们现在叫物流业，还在第3位。批发业的作用是把商品从生产地运到需求地，解决商品在哪里需要的矛盾。比如南方的水果在当地产量多，价格低，但北方的人们想吃却买不到，批发商用资本把南方的水果运到北方，让北方人能吃到水果，也让南方的果农能卖出更多水果。斯密认为，批发业虽然不直接生产商品，但它能让商品流通起来，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其他地区的商品，同时也让生产者能扩大生产规模。比如，如果没有批发商，农民种的蔬菜可能只能在本地卖，销量有限。有了批发商，蔬菜能卖到全国各地，农民就愿意种更多蔬菜，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但要注意，批发业只是搬运财富，它的价值建立在农业和制造业已经生产出商品的基础上，所以贡献不如前2者。第4种是零售业，
排在第4位，是把商品直接卖给最终消费者，解决商品在批发商手里和消费者需要少量购买的矛盾。比如批发商手里弄1000件衣服，消费者一次只需要买1件，零售店就把衣服从批发商手里拿过来，一件一件卖给消费者。斯密说，零售业能让商品最终到达使用者手里，方便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咱们家附近的便利店、超市就是典型的零售业，他们用资本进货开店，让我们能随时买到需要的商品。但和批发业一样，零售业也不直接生产商品，只是传递财富，而且它的覆盖范围比批发业小，所以对财富的贡献最小。这里咱们要特别注意斯密的一个核心观点，资本投到农业和制造业是直接创造新财富，投到批发业和零售业是辅助财富流通。虽然批发业和零售业也很重要，没有它们商品没法到达消费者手里，但如果没有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出商品，批发业和零售业就成了无米之炊。比如一个国家如果只靠倒卖其他国家的商品，只发展批发业和零售业，别有自己的农业和制造业，经济就会很脆弱，一旦其他国家就会陷入困境。而有自己农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就算外部环境变化，也能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基本需求，财富增长也更稳定。搞懂了资本的不同去向对财富的影响，咱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国家该管资本投到农业和制造业，限制资本投到其他行业，或者国家干脆不管，让老板自己决定把钱投在哪儿。这就涉及到斯密关于国家该如何对待经济的核心思想，也是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国家该管还是放的关键问题。搞懂这个问题，就能明白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国家该管还是放，聊完资本该投哪儿，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来了，国家要不要插手经济？比如要不要禁止外国商品进口，保护本国企业？要不要规定商品的价格，防止老板卖太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用一整卷的篇幅狠狠批判了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做法，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放任思想。简单来说，让市场自己跑。而支撑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咱们先从斯密批判的重商主义说起。在斯密那个时代，欧洲各国都信奉重商主义，觉得国家要富，就得多出口，少进口，多赚外国人的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国出台了一堆奇葩政策，比如英国禁止外国棉布进口，本国的进口葡萄酒加当额关税，让外国酒卖得比本国酒贵。有的国家甚至规定商人只能用本国的船运货，哪怕外国船更便宜更快。斯密一眼就判穿了这些政策的问题，看似在保护本国利益，其实是在坑老百姓，害企业。比如禁止外国棉布进口，本国的纺织厂就没有竞争压力，不用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反而能把棉布卖得更贵。最后吃亏的是想买便宜棉布的老百姓。再比如对外国葡萄酒加关税，普通消费者想喝性价比高的外国酒就得花更多钱，而本国的酒厂因为有保护，斯密说，国家干预就像给市场绑上了枷锁，既让消费者买不到更便宜的商品，又让企业失去了进步的动力。斯密提出最好的办法是自由放任，就是让市场里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自由地做选择，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老板想开什么厂就开什么就买什么，国家别瞎掺和。因为斯密发现，市场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让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一个面包店老板想多赚钱，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会想办法改进手艺，让面包更好吃，会想办法降低成本，让面包卖得更便宜，还会延长营业时间。这样一来，老板赚到了更多钱，
消费者吃到了更便宜、更好吃的面包，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再比如一个农民想多赚钱，会努力种更多粮食，提升粮食品质，结果不仅自己收入增加，还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生活资料。斯密说，每个人不用刻意为社会做贡献，只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市场自然会把大家的努力汇总成社会的进步。当然，斯密不是说国家完全不管，而是说国家要管该管的事，把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他明确提出了国家的3个有限职能，这3个职能直到今天还是很多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第一个职能是保护国家安全，比如组建军队、建设国防，防止其他国家入侵。如果国家被侵略，老百姓的财产就会被破坏，市场根本没法正常运转。斯密说，国家安全是市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是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第二个职能是维护公平正义，比如建立警察、法院，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保国有人偷东西、抢东西没人管，或者老板欠了工人工资不用还，没人敢放心做生意，也没人敢安心工作。斯密认为，确保大家都按规则办事，不搞欺诈，不搞垄断。第3个职能，有些东西私人不愿意修，但对整个社会都有用，比如公路、桥梁、港口、学校、医院，这些设施投资大，回报慢，私人企业觉得不赚钱，不会主动去做，但没有他们，商品没法运输，人们没法受教育，生病没法治疗，市场也没法发展。所以国家要出面修建这些公共设施，为市场运行提供基础保障。这里要特别注意斯密说的自由放任，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不干预正常的市场活动。比如，国家不能规定面包必须卖多少钱，不能禁止农民种某种庄稼，但可以打击卖过期面包的黑心商家，可以修建公路，方便农民把粮食运到城里卖。这两者的区别就是干预市场选择或保障市场环境的区别。搞懂了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咱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很多国家会放开行业准入，让更多企业竞争，为什么会打击垄断企业，保护中小企业和消费者。这些做法的底层逻辑都是斯密当年提出的，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做好守夜人。比如出现了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等新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对斯密的思想做了补充和完善，但市场是财富创造的核心，国家要适度干预这个基本逻辑，至今依然没有过时。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国富论留给今天的遗产，不管是对咱们个人的工作理财，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本书里的思想到底有什么用？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它的局限性，明白哪些观点需要结合时代发展去调整，这样才能真正把国富论的智慧用在现实生活里。国富论，看懂世界的万能钥匙。200多年过去了，国富论里的很多具体案例，比如制针厂的手工纺织早已过时，但斯密分析经济的底层逻辑，却像一打万能钥匙，能帮我们看懂今天的职场、理财和市场规则。它不是一本只能放在书架上的经典，而是能直接指导生活的实用手册。咱们从个人和社会2个维度就能看清它的价值。先说说对个人的用处，这也是最贴近咱们生活的部分。比一，帮你选对职业方向。斯密说，分工越细，需求越大的行业，这个逻辑放到今天的职场依然成立。比如现在的新能源行业，分工细，有电池研发、整车设计、智能驾驶等细分岗位。市场需求大，全球都在推新能源汽车，所以相关岗位的工资高，发展空间大。再比如人工智能行业，细分出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师、
AI 训练师等岗位需求持续增长，从业者的职业前景也更广阔。反过来，那些分工模糊、需求萎缩的行业，比如部分传统纸质媒体、落后的手工加工业，岗位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你在选工作换行业时，就不会只看当下工资高不高，更能判断长期有没有发展。第二，帮你避开理财误区。私密反复强调，财富不是货币本身，而是能创造商品的劳动和资本。这戳中了很多人理财的痛点。比如有人觉得打钱存银行就安全，比如一年利息 2%， 物价涨 3%， 你手里的钱其实在缩水，因为它能买到的商品变少吗？更合理的理财方式是让钱变成能创造价值的资本，比如投资能生产优质商品的企业，可以通过股票、基金等方式，或者学习技能提升自己的劳动价值，相当于给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就像一个人花1万元报班学编程，学会后工资每月涨2000元，这就是投资人力资本带来的回报，比单纯把钱存着更有意义。第三，帮你看懂消费背后的逻辑。比如，为什么同一款商品在一线城市卖得比小城市贵？私密会告诉你，这是地租加工资的差异。一线城市的店铺租金高，商品价格自然更高。为什么品牌商品比杂牌贵？因为除了质量差异，品牌方的利润里包含了研发、营销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会分摊到价格里。看懂这些，你消费时就不会盲目觉得贵的就是好的，也能理解性价比的本质是价格与背后的成本价值匹配。再看对社会的用处，国富论的思想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经济规则。第一，让我们明白自由竞争的重要性。私密说，竞争能让商品更便宜，品质更好。今天我们看到的打破行业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本质都是在维护自由竞争。比如以前有些行业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商品价格高，服务差。后来国家放开准入，更多企业进来竞争，价格降了，服务也提升了。就像手机行业，10几年前只有少数品牌，现在国内外品牌竞争激烈，消费者能买到性价比更高的手机。这就是私密自由竞争思想的现实体现，它最终惠及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第二，让我们重视劳动价值的公平分配。私密认为，合理的工资能提升效率。今天我们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保障农民工资，完善五险一金。如果劳动者得不到合理回报，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它会导致没人愿意从事重要岗位。比如，如果护士工资太低，工作太累，就会出现护士短缺，影响医疗行业的正常运转。只有让劳动价值得到公平分配，才能让整个社会的生产持续运转。第三，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虽然今天的经济环境比私密时代复杂，比如有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等新问题，但市场为重，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商品价格，但会通过减税降费支持企业发展，通过监管打击假冒伪劣，通过修建基础设施保障市场。私密国家特好守业人思想的延伸和完善。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国富论的局限性。私密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没见过垄断资本主义，比如跨国公司控制整个行业，也没经历过经济危机，比如生产过剩导致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更没预料到环境问题，比如工业生产污染环境。这些问题后来的凯恩斯、辟谷等经济学家做了补充，比如提出政府在经济危机时要承担环境成本。任何理论都有时代局限，我们要学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分析问题的逻辑。比如用分工提效看行业发展，用供求关系看价格变化，用利益平衡看财富分配。理解了国富论的价值与局限，
咱们就能更从容地用它的逻辑分析现实问题。比如看到某行业工资上涨，还是分工细化，还是分工细化，还是供求变化，还是成本上升。读到这里，咱们不用死记硬背国富论的条条框框，只要能把书中的核心逻辑变成观察世界的眼睛就够了。其实生活里的很多经济现象，用私密的思路一拆解就特别清楚。比如你发现家门口的早餐店越开越多，粥的价格反而降了，这就是私密说的自由竞争。大家就会通过降价提升品质来抢顾客，最后消费者得实惠。再比如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别只说年轻人吃不了苦，用私密的工资逻辑想想，外卖行业需求大，档位多，工资能及时兑现，有些工厂岗位需求萎缩，工资涨幅慢，自然吸引不到人。这不是懒惰，而是劳动者对劳动回报的理性选择。还有咱们常聊的为什么房价这么高，除了供求关系，也能看到避租的影子。城市核心地段的土地稀缺，避租或土地出让金高，开发商拿地成本贵。再比如为什么国产品牌越来越强，这是分工加竞争的结果。国产品牌在研发、生产、售后等环节分工越来越细，加上和国外品牌的竞争，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慢慢就赢得了消费者。其实用国富论看世界，核心就3句话。第一，别只看表面现象，比如某商品涨价，先想想是原材料贵了还是买的人多了。第二，别只评好坏对错，要算整体的利益平衡。比如政府补贴农业不是浪费钱，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让农民有动力种地，这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平衡。第三，别只盼天上掉馅饼，要信劳动与分工的价值。不管是打工还是创业，深耕一个领域，提升专业技能，靠劳动创造价值才是最靠谱的致富路。最后想说，国富论不是一本教你赚钱的书，它是一本教你看懂世界的书。它让我们明白，财富不是靠抢，靠自由竞争，靠每个人理性创造来的。国家不是靠管得细来富强的，是靠给市场空间，给劳动者保障，做好守夜人来发展的。下次再看到经济新闻，或者纠结工作消费选择时，不妨多想想私密的逻辑，不用复杂的公式，不用专业的术语，就用成本、供求、竞争这几个简单的词，你会发现很多困惑其实都有清晰的答案。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不直接给你鱼，却能教会你钓鱼的方法，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自己找到生活的答案。恭喜你，又看完了一本书。